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期的亚当除草机，我是你们的亚当。那大家也知道啊，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一期一双球鞋，顶多也就是2双。而这一档全新的栏目，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每一个月那些我穿过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并不值得购买的鞋款。那毕竟一双不值得购买的鞋款，也并不值得我花太多的时间去单独讲解它，去单独制作一期视频。那2022年的7月份，我有哪一些不满意的鞋款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除草机，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的第一款麦迪3代的复刻，在去年我在麦迪2代复刻身上得到了非常糟糕的体验之后，今年麦迪3代又迎来了复刻。复刻是去年复刻的，不过我是今年才购入的，并且有挺多的朋友私信给我说想让我测试一下这个鞋款，所以我就购买了。相对于2代的复刻，它确实有着不小的一个提升，但是它的鞋型依旧非常的肥大，跟元年完全没有办法比。而且这一种传统的篮球鞋和针织或者是网布的篮球鞋相比，透气性方面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这一双鞋更加的严重，全身没有任何一个透气孔，虽然内侧的鞋面上面看上去好像布满了透气孔，但是完全就是没有用的那一种，只是装饰作用。再加上内部超级扎实的填充，透气性就完全不用去想了。而我不推荐大家购买这一个鞋款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超级厚实的内部填充，并没有给这一双鞋带来优秀的包裹体验。球鞋的整体锁定做得非常糟糕，在做变向或者是急停动作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顶脚趾以及脚在鞋内有大幅度滑动的情况，这都是在我将鞋带拉到最紧的情况下发生的。那如果真的要购买这一双鞋，那原因只会是因为情怀。第二款韦德之道10绽放，是的，没有错，你没有看错，国产篮球鞋的春晚级别产品，是我这一个月里面第2款不推荐大家购买的鞋款。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上并没有这一款鞋的实物，是因为我已经退款了。在我穿着实战1次之后，它的鞋头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开胶现象，在3次之后，基本上鞋头位置的 TPU 片有着一半都已经脱胶了。作为一双发售价1399的鞋款，那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应该，并且我在网上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有出现断碳板的这一个现象，而且出现开胶或者是断碳板的朋友数量都不是少数，并不是个例现象，而是确确实实这一双鞋确实存在着这一方面的质量问题。好在我是在实体店购买的，有机会进行退换货的服务。那如果你是在2级市场上购买的，那这个亏你只能往肚子里面咽。而在实战性能方面，它确实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代的韦德之道做得更加的极致，非常的注重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在这2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非常适合喜欢突破的后卫进行选择。整体的轻量化做得也非常不错，整体的球鞋重量非常的轻质。而超大面积的碳板刚性也并不是特别高，并不存在什么穿着的门槛，对于普通篮球爱好者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的。球鞋的鞋楦适配性也很高，脚略宽的朋友也可以穿，但是中底的泵是非常薄的，整体的缓震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超临界发泡材质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缓震与它的厚度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是它和气垫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并且如果你不喜欢那一种前高后低的脚感，它也并不适合你。较低的龙骨落差让你穿上这一双鞋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前掌是比较高的，整个人的重心都会往后偏一些，让你没有那种想往前冲的感觉。韦德之道10主打的就是轻质、贴地、场地感、反应性。那对于喜欢突破的朋友来说，它确实有着非常不错的实战表现。但是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个鞋款的话，我并不是特别的推荐。它就是一双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加强的全程实带。那如果你想要购买韦德之道10，只是为了打球，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心，全程10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起码它并没有质量方面的问题。韦德之道10在没有把质量问题解决之前，我绝对是不推荐大家购买的。那第一个，退换货非常的麻烦；第二个，如果你是在2级市场上购买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售后服务，花钱买罪受，我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第3款 KD15 刚刚出来的时候，还只能通过屏幕上观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双鞋绝对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好鞋啊，甚至说不准能成为今年各大博主年度榜单中的主角。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之前说的全掌 React 加上 Zoom Struggle 只剩下了 Zoom。虽然很多博主说它的中底泡棉就是 React，
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毕竟以耐克的尿性，如果中底使用的是 React， 不可能你在它的鞋身上，甚至是官网上都只字不提。但是它的中底整体调教还是比较不错的，比上一代更加偏韧一些。但是它的脚踝锁定做得非常的糟糕，虽然我并没有出现过掉跟的现象，不过当我在穿着这一双鞋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变向的时候，脚踝处完全就是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的。系紧鞋带之后，要从鞋口处插个1-2根手指进去，完全没有问题。鞋口的开口太大是它最致命的缺点。这双鞋跟 KD14 相比，除了在抓地力方面有所提升，以及在中底的调教方面更加偏韧一些之外，在其他方面完完全全都是比不上上一代的。那如果想要购买这一双鞋，我觉得500以内可以购买。到时候买一双来进行训练的时候穿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现在我觉得更好的选择绝对还是 KD14。那如果你喜欢杜兰特的篮球鞋，那暂时价格还没有上涨的 KD14绝对是更好的选择。不要等 KD14 价格猛涨之后你再后悔，好吧？第4款 UA 的 Spine 4，我说今年 UA 的篮球鞋是最不走心的，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库里的篮球鞋全面换底，使用 Flow 球的模式来狠狠地割大家一波韭菜。虽然的确在实战性能方面有着巨大的提升，但是真的很难说它是走心的。而且大家一直骂其他品牌啊控货之类的，其实 UA 的控货水平才是最强的。在新款还没有推出之前，即使老款再拉胯，价格都不会有明显的波动，并且大家还说其他品牌做篮球鞋不下功夫啊，没有细节啊，那你看看库里的签名鞋有什么细节可言吗？到 UA 这就是化繁为简了，到其他品牌呢就是不下功夫了。我们大家都不能这么双标，好吧？那再说说他们的团队鞋款，我手上的这一个 Spine 4，以及我并没有下单的 Havoc 5，跟上一代相比就是换一个鞋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UA 的设计师难道都是下岗了吗？反正这么骚的操作，我从来都是没有见过的。那话说回这一双 Spine 4上面，虽然它跟上一代只是进行了一个换鞋面的操作，但是上一代的3代其实在中底方面并没有多大的问题，而这一次的4代出现了明显的立线不正问题，球鞋在后跟处的立线明显是往外侧偏的，再加上它弧形的大底造型，那说它是崴脚利器的话，确实稍微有一点过分了，毕竟它的重心确实非常低，但是穿它打球绝对会增加你的受伤几率。所以这一双鞋我绝对不推荐大家购买，并且更换之后的鞋面在强度方面也明显是比上一代要下降了的。它在前掌的锁定做的也是比较糟糕的，把鞋带系得非常紧，也会出现顶脚趾的现象。我以为供底可能是将3代上面不好的地方进行改进，好的地方进行保留，就算你是原地踏步，我也就接受了。但是它在各方面都比不上自己的上一代，这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的。OK， 7月份我不推荐大家购买的鞋款就是这4个鞋款了。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鞋款也应该放到这一期视频当中，但是最终决定还是拿出来单独讲。那你们觉得我后续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标准稍微拉高一些？像之前的竞技4代以及后面要出的西安2代，我觉得他们都是有资格进入这一期视频的。那你们怎么看呢？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第1期除草机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这里是亚当球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大家有空来做 peace。